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你的同事能买到电梯3房，而你却只能买到公寓2房？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社区有凶宅的话还可以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买不了大房子？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都希望天上掉下来一个完美的物件离公司近，生活机能好，坪数又大，重点是高楼层有景观，它很便宜。基本上这不太可能嘛，因为这种房子不太可能轮到平民老百姓。通常这类的物件不会上591，因为他要卖他有钱的亲戚就把它买下来了。那房仲的话走到房仲这一步，那房仲也会联络一些投资客、自产客，就说我这个有点厉害然后就卖掉了。所以你想要买大房子的时候，要么你就是要妥协地点，不然就要妥协价格。这种天胡开局这种事情，基本上是不太需要考虑的。那一般人正常买房的做法是先买小房子，再换大房子。那我知道有些人就会说你小房子会涨，大房子也会涨啊，凭什么说换掉之后就可以买大的？我只能说会信这个讲法的人就是可以再思考一下因为像买房子就要跳脱那种想当然尔的说法。如果可以靠直觉就来买房子的话，就不会需要有房仲在那边帮忙斡旋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买房可以小换大。先讲个前提我们现在说的是你住蛋白区的2房，然后就换到蛋白区的3房这种的，不是你本来住蛋黄，然后叫你搬到蛋白，然后说你小换大这样你只要记得一个公式，就是你下一间房子的自备款等于你这间房子的自备款加你这5年的还款本金加房子涨价减税务我算给你看假设你现在买一间房子的自备款是200万，月缴的贷款本金是2万块，那5年以后你就缴了2万乘以12个月乘以5年，你就缴了120万再加上你原本的自备款200万所以你卖掉的话，你至少会拿回来的钱就已经是320万了那你如果卖掉还有价差的话，你这个新的头期款320万我们就算都没涨好了，你这320万如果全部做头期的话，已经可以贷到1600万的房子了那假设你这5年之内房子涨了100万5年涨100万真的是很低估了那你的本金就会变成320万再加上100万420万那假设你这个100万是扣掉里里扣扣什么税金什么中介费这些东西，那你420万捏在手上那你一样贷8成的话，是可以贷到2100万的不就可以实现小换大旧换新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你先买5年那你就可以从1000万的房子一路换到2000万的房子。那当然是继续还那个2000万房子的贷款，可是你就是换得到了5年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认为自己的工资会上涨如果工资不上涨，也会认为自己的副业收入会膨胀起来，所以到时候敢做这个小换大旧换新的决定的人他都是扛得起的情况之下，他才会去做，那真的就可以实现小换大旧换新最后你要知道，很多投资客的房子都是这样来的你说市场中现在这么多投资客，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背后有一个有钱的爸妈吗？当然不是这听起来就不合理哪那么多有钱的那大部分的投资客都是像我讲的这样用时间去换，那就日常消费忍一下，然后又存到200-300万之后就拿去付头期款，缴了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刚才的方法把头期款变大然后去贷下一间更大的房子或更新的房子，或是直接卖掉就把钱套出来，然后拿去股票市场等等这都可以。那你说这个钱来的正不正当？就很正当这个就是合理的资产投资市场给的回报你现在愿意放一笔钱，然后蹲个5年，你本来就应该拿到这5年的收益那怎么会觉得你买股票就很正常，你买房子就变成炒房？这太污名化了那如果买房子这么不好，那为什么一堆讲说自己死都不买的人，最后反而都买，而且买了之后就在那边说房子会涨就是空头转多头这样所以我会建议你说，你买房子这件事情真的是越早越好因为越早你越能感受到时间带给你的复利的效果你5年前的总价跟5年后的总价一定有差一定差别非常的大，那你的投报就会差很多。那你也不要一开始你就要求什么电梯3房高楼层有景观平面车位
那个一般人一开始都是买不起的，慢慢存，慢慢换才是王道，而且这样子做非常稳健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为什么买不了大房子我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原因让你永远都看不到物美价廉的物件，而且我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可以先用小房子这个方法，让自己在5年后把小房子换成大房子。那最后我跟你分享，一般投资客在常规操作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只是你在出国玩的时候，人家还是努力在存房子那你能够多挤出100万来买房子，就能够买总价多500万的房子，然后再把房子的涨价的钱也投进去，就能够再去买一间房子。重点是你要有第一间房子开始然后才可以踏上这个资产膨胀的车道真的不用一开始就在那边要电梯3房，然后一直等到买不起，然后买不起你就不买了，这样就从有开始，先求有再求好，也是一条很稳健的道路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那最后我想问你你的第一间房子买什么？买公寓吗？还是买大楼买3房吗？还是买2房？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讲八卦对，就这个小换大旧换新，就真的用这样子去换就好了。我们一般乡民凡夫俗子你那个一辈子买卖不会超过100间怎么可能？所以就真的买自己喜欢住的 OK 就好了。那你还有多余的钱，你才考虑去做自产的行为。那个赚钱这种事情你钱当然是越多越好嘛，可是你也不要 FOMO 了，就怕说这些钱我没赚到，我就很难过这样。你没赚到你没有事你真的超出你的能力，你想要去赚这个钱，你会很危险你就暴露在风险之下。对，所以就小换大旧换新，稳稳健健的往上走就好。那你说我1000万的房子换成2000万的房子我贷款变贵啦，对是变贵啦。那你可以只换成1300万1400万的对，然后你的头期款可能就一次给它补到50%，你知道，那这样子剩下都不叫还款压力所以真的是看人那当然那些有办法住豪宅开名车喝红酒的那个就是命那就不是我们有办法在5年之内达成的追求，那就不要去追求了，我们就是照我们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了。现在房地产好股票好像也很好，我是没研究，不过听我同事在讲好像很厉害一样，对，都很好。那你就是选择一个适合你的金融产品，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节奏去稳稳的做就好，小换大旧换新让时间给你复利的报酬，然后膨胀你的头期款，你就可以去做下一个选择了，就这样慢慢换。你说换20年，花了20年来换到一个相对理想房子，有很糟糕吗？不会就差不多真的也没什么问题也不是说你第一个人生刚毕业工作了3年5年之后买了第一间房子，你就要给它住到死，不用这中间一定会发生换屋的动作所以真的就稳健你越是稳健，你能够生存在市场中的时间就越久越久的话，我跟你讲机会越多。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自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自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自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有景观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面中庭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
好，那你就去挑哦，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哦，都可以哦，你爽就好。第3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哦，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哦，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哦，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的，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哦，真的哦，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哦，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啊，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哦，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哦，那新手哦，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哦，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啦，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哦，这个没办法训练啊，这是心魔哦，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我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哦。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哦。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啊，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低楼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哦，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整理到 IKEA 风哦，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哦。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哦，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哦。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哦，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哦，第3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哦。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哦，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哦，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哦，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哦，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哦，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